干嘛非要在家吃火锅呀？我婆婆不能吃辣。现在外面又热又晒的，这出去一趟呀，防晒都得5分钟一涂。不如在家吹着空调吃火锅，好好享受一下咱仨的闺蜜时光。再说了，这家里有人给做，干嘛非要出去吃？对，你们年轻人来吃啊，妈就给做。再说了，这不是有清汤吗？我吃清汤就行。阿姨，这吃火锅没点蘸料怎么能行啊？有芝麻酱吗？给我拿点儿。我要油碟。啊，好。阿姨，这羊肉1盘怎么能够啊？啊，行，我一会儿多拿点。厨房这么近，咱们自己去拿就行了呗。这吃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好好整整你婆婆呀。我们是外人，在外人面前，她怎么着也得装一下。今天呀，你可得抓住机会了，好好治她一顿。对，我跟你们说呀，我早就想治一下我们家那老太婆了。你们羊肉来啦！这是你们的蘸料。阿姨，这光吃菜没点主食怎么能行呀？啊，屋里有米饭，我去。阿姨，我觉得吃面比较好，最好是手擀面。对呀，阿姨，你去帮我们做手擀面吧，我们下到火锅里吃。我妈还没吃饭呢。那又怎么了？阿姨，你饿吗？啊，没事，豆豆，我一会儿吃也行。你们先吃，我给你们做手擀面。嘉兴、娜娜，你们有点太过分了吧？你就放心吧，有我们在这儿，平时她怎么对你的，今天你就怎么对她。是吗？可是我婆婆平时对我体贴入微、关怀备至，事事为我着想。你们觉得你们现在这样对待她合适吗？不可能，豆豆，婆婆终究是婆婆，是不可能像亲妈一样对待你的。她表面上对你那么好，背地里指不定怎么算计你呢。我看你啊，就是心态是太单纯了。就是，这是你的家，你得拿出你女主人的威风来，当心哪天呀，这老太婆骑到你头上去。是，这是我的家没错，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家呀，这是我和淘淘和我婆婆共同的家。家里面有老有小，这才叫一个家。从我生孩子坐月子到家里的家务，一日3餐柴米油盐，我婆婆都在用心的帮我。她老人家对待我就像对待自己的亲女儿一样呢。这么好，肯定没安好心。就是，哪有那么好的婆婆呀？嘉兴、娜娜，你们不知道，有一个好婆婆的帮衬，对我们做儿媳的来说已经太好了。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？这个家里有原本属于我婆婆的一切，我作为儿媳的到来，不是为了和她去争、去抢、去夺，而是为了让这个家越来越圆满。一家人之间真心相待，以心换心，日子难的时候互相取暖，日子好了不离不弃，这才是属于我们寻常人家的小幸福啊！其实婆媳关系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复杂，复杂的是人心。一个好婆婆也可以是第2个妈。妈，您别忙活了，我们不吃面了。可你朋友不是说……来，跟我妈说你们想吃什么主食。我们吃米饭吧。对，吃米饭就行，我们自己去蒸。走。莹莹、阿成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姐，这日子过不下去了，我和阿成要出去租房子住。啊，闺女，让他们走，2个不孝的东西，我看见他们就心烦。妈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有什么话不能坐下好好说的吗？我跟你说，让他们走。闺女啊，你是不知道啊，这女人她有多败家。昨天晚上我做的饭没吃几口，今天早上她全给我倒了。这是过日子的人吗？我还没说她几句，她倒反说起我来了。妈，上回您吃过夜的剩菜剩饭，食物中毒，去医院抢救的事儿，您都忘了吗？姐，你是不知道，咱妈为了图省事儿，天天晚上煮一大锅稀饭拌咸菜，然后第2天早上再直接盛起来喝。你说这能行吗？你知道什么？这剩饭有多香啊！面条热3遍，给肉都不换。你姐和阿成小时候最爱吃剩饭。再说了，上回住院根本就不是因为这个，就是因为你买的水果不新鲜。姐，这回你听到了吧？过夜的剩菜剩饭不能吃，这是常识嘛。家里的土豆都发芽了，妈非得把发芽的土豆捡回来，削了继续炒菜吃。我扔了吧，还有偷偷
回来，我们将就着吃就算了，他还非让小宝吃。你知道什么？那番茄苹果坏了一点点，就全给扔了。你这不是败家吗？闺女啊，你是不知道啊，这女人她趁我不在家，把我那好几箱衣服全都给我扔了。妈，您留的那些破烂有什么用？又没人穿。每次亲戚扔的旧衣服，你就像捡宝贝一样，大包小包的往家拿。现在你那个屋一进去，一股子霉味儿，难怪你身上长红疙瘩。妈，我理解您是从苦日子过来的，但是您把家里弄得跟废品回收站一样不合适吧？今天姐在这儿，我就跟您直说了，以后您要是还往家里捡这些破衣服、破被子，我还给您扔了。哎，豆豆，你看看，这就是你弟媳妇的口气，这是在给老人说话吗？行了妈，这莹莹不也是为了您好吗？为我好，这儿媳妇儿她毕竟是儿媳妇儿，哪能用亲闺女亲呀？妈，您看您这话说的，那您养儿子干什么呢？儿子儿媳妇儿才是您的靠山。再说了，您跟儿媳妇儿处不好，跟我们就能处好啊？就您这做法呀，别说莹莹了，换谁来也不合您的心意啊。豆豆，你怎么给妈这样说话呀？我说的是实话呀，以前吃剩饭剩菜，那是因为咱家条件不好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？还有，您那一房间的破衣服、破被子留着有什么用啊？每次进您的房间都一股子霉味儿，这时间长了哪能卫生？别说莹莹给您扔了，换我也给您扔了。妈，莹莹的心情我特别理解，我也是给人家当儿媳妇儿的。我发现呀，这年龄越大越糊涂，事儿也越多，总觉得闺女是亲生的，媳妇儿啊就是外来的。真是只有傻婆婆才说闺女好，明白的婆婆都知道疼儿媳妇儿。您想想啊，我们回来的少，平时不都是弟弟跟莹莹陪着您吗？他们也不是不孝顺的人，您也得多理解理解他们，别动不动就这样那样的。莹莹，你确实也辛苦了。这样吧，刚好最近天气好，我给你报个旅游团，你出去玩几天，带着孩子出去散散心，我就在家住几天，我好好说说嘛啊。姐，还是你明事理，有你的理解，我就知足了。哎呀妈，你别着急，我先跟豆豆商量商量。怎么了？咱妈打电话说不想在弟弟那儿住了，想来咱家住。哎，你别生气啊，我先问问怎么回事儿。问什么问？我生气的是这种事儿还需要跟我商量吗？咱妈刚去海洋家住没几天，怎么突然平白无故想来咱家住啊？肯定是出什么事儿了。咱赶紧去看看。妈，怎么了？既然大家都在，那我也就不兜圈子了。我们家实在是没有多余的房间留给妈住，你们还是把妈接走吧。当初是你们非要把妈接过来住的，现在怎么突然反悔了呀？什么叫没有地方住？你们家3室一厅，你们住一间，孩子住一间，还有一间呢。那我们家还养了一只猫和一只狗呀，让妈睡屋里，那咪咪和旺财只能睡客厅，多可怜呀！再说了，妈的身上比我们家旺财味儿都大，我可受不了。你，海洋，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？为了一只猫和一只狗，把咱妈扫地出门？话也不能这么说呀。妍喜欢小动物是因为有爱心，那咱妈离了这儿还能去你们那儿住？猫狗要是离了我们，那不就成流浪猫、流浪狗了吗？哼，爱心，换季了你们知道给狗穿衣服，都没想过给咱妈买身新衣服。每个星期去宠物店给狗洗澡，却从来没给咱妈洗过一次脚，这叫爱心吗？我看你们根本就没有心。妈，走，去我们那儿住，我们给你养老。不行，同样都是儿子，妈对我们兄弟俩没有半点偏心，凭什么到了伺候妈的时候就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？妈去我们那儿都可以，但是你们每个月得给妈500块钱养老钱。我一个小职员养活一大家子已经很辛苦了，我哪还掏得出来多余的钱啊？就是500块钱都够我买多少袋狗粮了。海洋，咱妈辛辛苦苦把你养大，就是为了自己到老了这一天，让你娶了媳妇儿忘了娘，被你们说的连狗都不如吗？这猫狗1个月的开销怎么也得上1000块吧？而生你养你的母亲，你却连500块钱都不愿意出。乌鸦反哺，羊羔跪乳，
连狗都知道要对养它的人摇尾巴是好，你生而为人却如此对待辛苦养大自己的母亲。人要是没有孝心，跟阿猫阿狗有什么区别？咱妈当初就不该把你养大，她就该养一条狗。今天就算你们不说，我也会把妈接走。毕竟妈操劳了大半辈子，是为了享清福的，而不是为了在这儿伺候4个畜生。骂谁畜生呢你？